这期视频聊一聊基本的普世的智慧。普世智慧不是一门玄学，而是一套可反复实践的方法。它要求我们以跨学科的视角建立稳固的思维框架，用长期阅读与真实经验不断校准这个框架，并把判断置于清醒的自我约束之下。我们应当从主要学科中提炼高频、可靠、可迁移的核心模型，在头脑中形成框架，因果与统计、激励与约束、竞争与规模、概率与期望、成本与机会成本、选择与路径依赖等，把日常经验与独到的证据挂在这套框架上，而不是孤立的记忆结论。对复杂问题，先用检查清单逐项排查，再用反向思考找致命风险。先问如何做错，再问如何做对。我们要远离意识形态，直面人性。强烈的意识形态最容易扭曲感知与推理，应与之保持距离。决策时要防范常见偏差，激励驱动、自立归因、权威暗示、社会从众、承诺与一致、否认与自怜、妒忌与比较。当多种偏差同向叠加时，会出现行为失真与判断失控的叠加效应。此时更需要外部证据与同侪校验。我们要用系统设计抵消人性的弱点。好的制度先预防错误，再奖惩成败。对资金与信息密集的流程，默认防欺诈优先，设置清晰分工、双重核验、留痕与追责。对安全与质量不纠缠借口，直接问责岗位。激励要与长期声誉绑定，把可追溯的质量标准与供应链协同变成全体的共同资产。反之，漏洞与侥幸会迅速败坏行为与风气。我们应当承认不确定，拒绝宏观预测与无所不知，只在理解深入、变量可估、边界可控的领域出手。机会稀少时保持空仓，机会到来时集中配置，不把运气当能力。犯错要快撤，及时止损，避免在沉没成本和一致性偏差驱动下越陷越深。长期回报终会向常态回归，不应预设过高的真实收益率。说服别人更有效的路径是从对方的利益与风险出发，而非抽象的道德高地。用清楚的类比、可量化的后果和可执行的步骤，降低理解成本，把错了就改写进文化与流程，使承认与更正错误成为被奖励的行为。节制带来韧性，守信带来协作效率，减少负债，减少欲望，给未来预留缓冲，远离自怜与比较，保持长期主义的日常节律。阅读、记录、复盘，小步迭代，把时间投向高质量文本与可靠的人，用自我约束换取判断的稳定性与生活的可持续性。应建立一门真正跨学科的通识智慧训练，以案例为骨架，把历史学、心理学、经济学、统计学、法学、政治学、哲学、社会学、自然科学、工程学等重要领域整合在同一套练习中。目标不是知道很多，而是在多种约束下做对事，少犯错。普世智慧的核心是用模型来组织常识，用边界来约束能力，用制度来抵消人性，用节制守住长期。在这些支柱上反复练习，我们获得的不只是更好的投资与决策，更是更可靠的生活秩序。这期视频就聊到这里。